已经不在了，你为何还不走啊？你自由了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吧。走吧，走。爹爹，这焰哨好难学啊！爹给你这个木哨，在你学会用焰哨之前，就用这个木哨，好不好？谢谢爹爹。你来做什么？滚！老夫刚刚丧子，只想一个人待会儿。我自幼病弱，随家父卖艺漂泊时，见过2只落单的大雁，看上去像是一对父子。北地苦寒，老雁冻毙于滩涂之上，小雁绕着老雁的尸首一圈圈飞，直到家父挖了坑把老雁埋葬。我雁门人都知道，大雁最是有情。是啊，大雁最是有情。见到2只雁时，已是腊月，小雁已无力南飞。几日之后，寒潮骤至，它也随老雁去了。这根本就是愚孝。但是我懂它。我自小靠家父卖艺为生，家父离世前，最担心的也是我，所以我卖身嫁给了郝文侯。你怎么这么愚蠢呢？你爹不会想让你这么做的。只有当爹的才懂当爹的苦心，但也只有当子女的才能明白孩子对父母的如沐之情。我怎能让我爹葬身荒野，无处埋骨？江公子身亡前，一直心挂雁门青云，甚至不惜自尽周护。他在意他自己爹所在意的一切，胜于自己的生命。你个傻孩子，他为什么就不明白，他的性命才是爹的一切？我们都会为了亲人做出自认为对的事，但这样真的好吗？你也舍不得离开雁门，舍不得离开爹吧？啊！成啊！风拂芦花地，月碎花溪山。唐公子，初次见面，在下风传香。
唐公子，怎么了？月色不错啊，不是吗？惭愧，好友离世，某还未有心情欣赏此等美景。听闻唐公子是江城身故前见过的最后之人。江城生死前，身旁除了在下，的确没有旁人。江伯伯骤逢丧子之痛，捉拿了公子，令公子受屈，还请公子不要见怪。封剑侠可真是君子啊！难道他们没有告诉你，我已亲口承认杀害了江城？唐某自作自受，算不得委屈。我虽不知公子为何要揽下这等罪名，可是听封剑侠所言，你是笃定我不是凶手？对，因为毒不是你下的。他们怎么给我们放下来了？什么情况？因为封剑侠给唐公子做了担保，江门主不信我们，倒是很信那个封剑侠。是那个失踪的风传香？是。料想他失踪一事应该也只是讹传，不过幸好他及时赶到，虚惊一场。某来此，就是为了缉拿真凶，替死去的好友报仇。请公子助我。这对在下有何好处啊？真凶归案，公子自然洗刷嫌疑。这不算好处。诚然啊，即便某不出现，公子也定然有方法逃离。但是据某所知，唐公子先是卷入了郝文侯灭门一案，出寺不久，又成为了杀害阿成的疑凶。唐公子，即便你能逃出雁门，又能保证没有下次吗？难道公子愿意自己所过之处处处冤案，最后成为江湖公敌？封剑侠的消息还真是灵通呀。某在江湖漂泊，朋友不少。既然朋友不少，为何偏偏找唐某帮忙？因为此次的敌人，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。我们？对，我们。我相信，我们有共同的敌人。石大哥，你醒了。雁门那群杀千道的莽夫呢？江门主已经带雁门弟子都回去了。就回去了？这么轻易？江门主走之前也提出了条件，最迟7天，唐公子要帮封剑侠查出江少门主使用星鬼九星丸一事的真相，给雁门一个交代。我问问他去。某今日只能喝到这里了，若是江城还在的话，定是要与你再喝上一壶，喝到尽兴的。没想到，封兄的酒量竟如此之好。某的酒量平平，只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而已。不是吧？你们俩才认识多久，就成知己了？我怎么不知道唐狐狸你这么爱交朋友啊？持酒。哎，担不起，你还是叫我池云吧，或者池大侠、池战主都可以。好了，今日还有事要做，要饮好茶，解酒。是急是急，只是某并未随身携带茶叶，现在也不好去找江伯伯讨要。封兄莫急，唐某有。池云，看茶。你让我给他倒茶？你不愿意吗？不去。好吧。又疼了？疼你还喝这么多？跟这个不知道哪冒出来的人装什么自来熟？所以，我想喝好茶，解酒。
臭狐狸，你等着吧，老子就是贱。江湖漂泊，最是知己难遇，好友难寻。你们二人呢？风兄错了，他不是我的朋友，他是我的仆从。仆从？这个是他的卖身契。东少侠，我只是个小小的仆从，哪儿配给唐狐狸当朋友啊？喝。这是天上云和唐公子之间的义举，某就不予置评。此茶甚是清香，天上云，多谢。哎，这个才是你的。风兄见笑了。阿谁姑娘倒是融入得很好，都是些力所能及的小事，事情方歇，应该好好坐下来，安安稳稳地吃一顿饱饭。你说的对，是该如此。那我也来帮个忙吧。钟姑娘，鼻子，哇，我来。好了，多谢阿谁姑娘，我还是不帮倒忙。没事，钟姑娘愿意在这里陪我，我已经很高兴了。钟姑娘的手是惩强除恶的手，这些事由我来便好。短短几日就发生了那么多事情，你一介孤女颠沛至此，受苦了。过去我随爹爹卖艺，经历的艰辛不知凡几。现在还能在这么安稳的地方，暖衣饱食，已经很幸福了。况且还能见识到以前从来没有见识到的事情。是啊，我原本以为我这次代表中原剑会下山会很容易，不料是我想简单了。说到这儿啊，还是多亏结识了大家，才使这些千丝万缕的线索逐一浮出了水面。还有唐公子，他虽然行事颇不讲常理，但是却往往达到奇效，真是令人佩服啊。确实，唐公子是一个很特别的人。若是几日前的我，怎能想象未来的日子不是被困在豪府一辈子深居简出，而是能和一群游侠闯荡江湖呢？钟姑娘，这一切还得谢谢你救了我。我们就不要再言谢了。其实我也算是见识过大半个江湖了，但从未有过像此次这般奇特的经历，惊心动魄，柳暗花明。我盼能早日查明真相，带着功绩回到剑会，不辜负师父，却又盼能迟些与你们分离。风兄，方才你说到的那处风景优美，你与江城的隐居之所是在花溪尽头，风崖之畔，流连小筑。待我们完成与江门主的7天之约，某随时欢迎唐公子和唐公子的朋友们光临寒舍。流连小筑。风兄，唐某从未见过燕江的晨景，不如你陪在下去船头一观。甚好。晨光和煦，好景啊！此等好景，
罪疑，罪疑让人清醒清醒。唐公子，你这是违约。唐狐狸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方剑侠，你们的故事，唐某听了，兴趣有，但不多，值不上在下奔波的价码。某以为唐公子是个顾念朋友之人。唐某没有朋友，又谈何顾念朋友？方剑侠，你误会了。可是唐公子，别可是了，人家都说了，人家没有朋友了，你还想和黑心狐狸做朋友？怎么被吃的只剩骨头？怎么死的都不知道？唐公子。有话就说。刚刚什么情况？你们昨晚不还相谈甚欢，怎么突然就翻脸了？那天江澄告诉我，最早让他吃下星鬼九星丸之人是风传香。怎么可能？他们不是生死之交吗？赤云，你一向嫉恶如仇，我怕你忍不住。背信弃义之人，我确实不会忍。老子这就跟上去看看，要真是他下的毒，老子一刀就把他宰了。赤云这是要去哪？阿谁姑娘，我得跟过去看看。我相信我们有共同的敌人。你想问什么？公子想让池大哥跟着风剑侠，为何不直说？被人指使和自己主动，对别人来说可能差不多，对池云可是有很大的差别。大部分时候，我更愿意让他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。我以为你会问另外一个问题。什么？手。昨日，你明明看见我受伤，且他就在你眼前愈合，你不好奇？阿谁只是觉得，每个人或许都有不想为人所知的秘密。姑娘，你很聪慧，但很可惜，你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。池云和钟女侠都下船追踪去了，现在的船上只有姑娘你我二人。阿谁姑娘，派你来的人难道没有跟你说过唐丽慈有多危险吗？阿谁姑娘，你是豪府唯一的幸存者，也是刘岩选中的证人。告诉我，我的朋友刘岩为什么会选你？我不知道，唐公子。抱歉，是在下失礼了。唐公子，你的道歉根本不是出自真心，因为你不在乎阿谁是否原谅。你为了获得想要的真相，不惜用最粗暴的行径试探我，一点也不在意别人的想法。
可这样的唐公子，却愿意管封建侠和江公子的事。公子能告诉阿婶，这是为什么吗？刘演将你留在我的身边，果然有他的用意。什么？跟我来吧。人呢？应该就在这附近才对啊。殿下，江二叔，封殿下，你怎么会掉进水里去了？来，快坐下。来，把这个披上。钱青羽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封殿下，你怎么会掉进水里去了？还有，那位唐公子呢？唐公子忽然翻脸，不再与某合作了。这，过河拆桥。江二叔，你怎会来此啊？我还不是为了婵儿的事儿吗？昨日听剑侠所言，婵儿服侍邪丸一事，另有隐情。没错，某怀疑他是被下毒了。竟然，可恶！真是可恶！剑侠接下来要作何打算？某与江城乃是至交，定然要将下毒之人捉拿归案，血债血偿。婵儿有剑侠这样的朋友，此生不枉了。剑侠可否带上江某一起同行？黑白两道，我们雁门还是有一些门路的。多谢江二叔，这样自然是最好的。那咱们走，我们还是赶快找个地方，先把你身上的衣服弄干。走。先不说这风传香是不是有问题，这江二叔怎么比江城的亲老子还积极啊？不太对劲，我再看看。干嘛还嘲讽啊？跟上。这是哪？花溪，江公子与封建侠曾经居住过的地方。唐公子，你不是不愿意帮封建侠了吗？还是唐公子是想与池云兵分两路，一起调查江少门主的事情？你猜对了开头，但却猜错了结果。在下确实毁了与风传香的约，不过，我来这里是因为13楼将线索指向了这里。哎呀，对不住，二位，二位的茶来了。我们既然知道下毒的是他，为何不抓他？我是急性子，我又不是个傻子。我敏锐的江湖嗅觉告诉我，这个里面肯定有鬼。封剑侠，大哥脾气暴烈，若是让他知道你让唐丽辞跑了，他指不定会做出什么事儿呢。二叔难道是想到了更好的办法13楼，那是什么地方？什么事都知道的地方。13楼有全天下最厉害的杀手，和江湖间最齐全的情报，只要你付得起价码。那座楼在什么地方？13楼位置神秘，江湖鲜有人能知晓。但若想与他交易，就要去往他的前哨站——不换楼浮沉地。你如果还想要这双眼睛，我劝你别瞎看。我听说落魄13楼有全天下最厉害的杀手和最齐全的消息，那这里就是不换楼浮沉地了。那落魄13楼呢？钟女侠，你知道此地为什么叫不换楼浮沉地？那是因为此地当真会浮沉。什么意思啊？
月15，正好便是今天，正好便是此刻。它便会从此处江面升起，届时你便可以登上这不化堡，去和落魄13楼做交易。至于你想见到真正的13楼，条件还不够。真是，一定要让老子躺棺材里。阿谁不解，既然如此，唐公子为何不直接去13楼买江少门主与封剑侠的真相呢？刘演布局这桩桩件件，就是想让我在雁门的穷追不舍之下，迫不得已再去一次13楼买消息来自证清白。可唐某束手就擒，打乱了他的计划，于是他又派来了风传香。只要我不依他的计划行事，这一局他便赢不了。所以公子便将封剑侠踹下了水。可封剑侠为什么会听命于刘演呢？这便是我们此行的意义了。江湖上的事，真让人匪夷所思，又让人毛骨悚然。叨扰，有主之宅，进门叨扰，方是礼数。你认为江澄和风传香哪一个说的才是真的？江澄说，下毒之人就是风传香。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会说谎，但绝不可能在将死之时，在未了的心愿上去撒谎。所以，江澄的话一定是真的。至于风传香，言语可以骗人，恨意和杀机或许可以通过巧妙的隐藏而不被人发现。但一个人住过的地方，天长日久留下的痕迹不会骗人，尤其是友情。就算他能骗得了1日、10日，但是他又如何能骗得了每一日？花月照江风。他们两个说的都是真的，可究竟是什么样的误会，能让他们这么好的朋友不能当面说清楚？既然他们两个说的都是真话，缺的就是一个不能说也没有机会去解释的误会。替江澄压制毒性之时，我便发现他体内积毒恐有鲶鱼，因此半年多前，江澄来找风传香时，他就已经身中星鬼九星丸之毒。只是他自己浑然不知此事。风传香为了帮他延缓毒发，只能暗中继续让他服食邪丸，将其混进食物当中。可不巧，正好被江澄撞见，所以产生了误会。我本就疑心豪府血案后，为何13楼送来的是榴莲小筑血案的线索？现在我更加确信，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件事情是巧合。可是公子早已知道他们说的都是真的，也知道卷入此事是刘演的布局，为什么还要来这里一趟？
这一切不过是唐某的推测，是真是假，入局还是先局，一探便知。唐丽子，你很不错。今晚不换楼的客人都到齐了吧？你知道该怎么做的。快走嘞！也许是一只手就能拿到你想要的消息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怎么还有个集市？这是不换楼浮沉地的黑市，普通人想求助13楼，就必须得先到浮沉地找到挑担夫。可挑担夫又不是谁都有资格见到，久而久之，这里就形成了一个黑市。那些没资格见挑担夫的人，在这里也能买到他们想要的东西。这里人太多了，还都披着一样的黑斗篷。陈云，走快一点，别把他们跟丢了。走，真的不见了。怕什么？一会儿时辰到了，在挑担夫那儿还能碰到他们。不是，你刚刚还说，不是谁都有资格见挑担夫的。风传香失踪那么久，13楼对他感兴趣，很奇怪吗？那我们呢？挑担夫凭什么也选中我们呢？事到如今，告诉你也无妨。什么？未婚妻？我堂堂天上云，英俊潇洒，有女人喜欢，很奇怪吗？那敢问池少侠的未婚妻是？白素车。白素车，就是那个艳绝江南、明月天意的白素车啊！你什么表情啊？没有。你这表情分明就是在说明月天意怎么会是你老婆？对呀，他怎么会愿意当你老婆？老子几年前去江南行侠仗义，救过白玉明那老头一家，他对我十分欣赏，就是要将女儿嫁给我。怎么了？等等，你是说，是白庄主执意要将女儿许配给你，而不是我死皮赖脸的倒贴入赘什么？哎呦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觉得吧，白庄主乃是书圣之后，那既然能成为白庄主的女婿，总得投其所好。但老子就是个杀人越货的黑道，怎么了？对，你说的对。你天上云是黑道希望嘛？这你并不理。这白庄不是1年前被灭门了吗？白庄被灭门了，没错，但府里面没有我未婚妻的尸体。我始终都觉得她还活在这个世上。那不对啊！你说了这么多，也没说为什么我们一定会被挑担夫选中啊？还不是因为老子为了找这个未过门的败家媳妇儿，就来13楼买消息，哪知道13楼就是个黑店。他们见我找媳妇儿心切，要的都是你付不起的价码。最后媳妇儿没找到，人还赔给了13楼。要不是恰好那个死狐狸刚好路过，拿了一张我的卖身契来，说我早就当给他了，不能再卖给13楼。赔给落魄13楼，还是赔给唐狐狸？想都不用想就应该知道吧。挑担夫看我又回到了这里，一定不会放过我的。公子，前面已经没有路了，能找的地方都找过了。既然能找的地方都找过了，那就只可能在这里了。阿谁，这世上真的有可以托付性命的朋友？你先随信念去雁门，唐某去一探究竟。小公子。
先出家？我客人出价几何？一双凄凉目，3根含恨指，5滴心头血，实在自由身。这是要换什么？一个真凶。扁担，你觉得呢？这位客人，这筹码怕是不够，除非什么？拿命来！江二叔，你这是杀你！怪就怪你自己非要惹祸上身。本来长儿一死，杀人凶手供认不讳，我大哥怒发冲冠，就会得罪中原剑会，到时候我理所应当就是雁门之中。这做梦都能让人笑醒的好事，居然就这么被你突然出现给搅黄了。我花了高昂的代价，跟13楼主换了一个杀你的机会。此时此地，不会有任何人来管你的闲事。你今日必死无疑。唐公子，我想掌舵传下，为什么害我？明明是生死相交的朋友，为什么要自相残杀？若有人因我而杀人，有无辜因我而受害，这算不算是我的因果？唐丽慈，你看到了，这样一粒小小的药丸，就能让最好的朋友反目成仇，亲人背义相杀。谁能抵御得了一夜之间坐拥荣华富贵和绝世武功的诱惑呢？我已经让他遍布整个神州，他重新现世，都是因为唐丽慈。这次，我要让你生不如死。你让你的朋友做你的警钟，谁让他们信错了人，你救不了他。流言的蛊虫，救不了他们。流言，我是要找你呀！雁门，此时此地，不会有任何人来管你的闲事，你今日必死无疑。今天这闲事，老子管定了。雁门的叛徒，敢在老子面前杀人灭口，
名门正派龌龊起来，比老子的黑窝子还黑。封剑侠别怕，我罩着你。天上元，这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们偏来投啊！既然你们都那么想死，那我就让你们今天都死在一起！杀！没事吧？怎么回事？显然是江青羽早就买通了这里，要置封剑侠于死地。现在当务之急是离开这。想走，我可是赌上了一切才换来的这个机会。江副门主可是想清楚了，这桩交易之后，你可就一无所有。楼主错了，这桩交易若是成了，江某就什么都有了。可是我看这里迷雾重重，根本找不到生门。这不换楼的迷雾阵，用肉眼确实很难找到生门。柯某多年来修炼玉兰剑意，可追踪空气的流动方向，找到生门并非难事。还是你靠谱又聪明，往哪走？那边。我们走。就再也没有人追查程儿的死因了。听这风声，应该是浮沉地要沉到海底。你们跟着我，我带你们出去。江青羽，你向江城下毒，无非就是被流言蛊惑，丹玉使你自招邪魔。悲了，这个江湖实力为尊。待我成功登位，谁又敢说赤血丹仙的雁门门主不是正道啊？破乱人心，大国回应。追上！是程儿的大雁。唐狐狸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还抓了江青羽？多谢唐公子留他一命，此人乃是我中原剑会重要一番。现在最重要的是离开这儿吧，往哪走？
这儿，这边，除了在这边。慢着，唐狐狸，我们得赶紧走了。是啊，唐公子，这地方快要沉了，时间拖得越久，怕到时我也找不到出口了。哦，是吗？是出路，还是去往阴曹地府的死路啊？唐公子，你不信我？我信风传香，但你是吗？唐狐狸，唐公子，为什么？因为真正的风传香已经死了。就在半年前，所谓的风传香离奇失踪当晚，被江城在毒发的似真似幻中亲手所杀。竟是这样。是这样的吗，风剑侠？唐离子，你不愧是尊主的敌人。重新认识一下，鄙人风流殿花无言。花使者，你答应过我的，如果我帮你，把唐离子他们都引来，全部都杀了，你就会帮我坐上雁门掌门的位置，你可千万不能忘了。闭嘴！鄙人略有好奇，唐公子是从何时知道我不是风传香的？风拂芦花地，月碎花溪山。唐公子，初次见面，在下风传香。风拂芦花地，月碎花溪山。西风一剑去，言行十里传。唐公子，怎么了？你不识的那玉佩，也不知那句诗，答案很明了了。原来在一开始的时候就露馅了吗？他以豪府血案为引，先是拖中春季所在的中原剑会下水，又利用江青羽对江门之主的贪念，搅动了雁门上下。若我最后未能识破此计，就会在江湖的追杀之下，被迫带着迟云和中春季来到13楼与楼主做交易，逼我亲口说出当年的秘密。4年不见，他的手段还是那么拙劣，跟你的伪装一样。敢对尊主不敬！难道他没有告诉我？见到我要逃。你竟然从一开始就知晓我是假的，还愿意陪我演这出戏？愿意让这些耳入池塘，就是为了顺着尊主的布局找到他。唐公子，你就没有想过，这一步若是出了差错的话，他们的命……唐某时间宝贵，没有时间陪你再继续废话。找到刘演才是我的真正目的。
其他的事，对我来说根本就不重要。果然如同尊主说的一般，无情无义，自私自利。看来他也没教你，懂得求饶是好事，懂得向我求饶更是好事。带我去见他。赤云，刘野的手笔。唐离子，你大爷啊！一箭穿心，致命之伤。愚蠢！一体双影，一死一生，一生一死。想不到这世上竟真有这种体质。觉得我是个怪物？尊主说了，你也是个怪物。怪物对于怪物最合适不过了。唐公子，怪物也能体会人的情感吗？你去告诉刘烨，就他这点手段，还杀不了唐离子。我唐离子天下第一，想消恩仇，叫他自己来。滚！唐立慈，想见尊主就循着邪文来找。你和你的朋友先享受他给你的额外赠礼吧。怎么办？四周都被火烧了。唐狐狸，快把你后手拿出来吧，别等。我两手空空，自然是没有后手。两手？你不怕变成烤狐狸吗？
贤姑娘告知，江某已知晓情况。看来在下赶来的正是时候。就知道你这狡猾的糖葫芦。走了。没想到二门主居然是这种人。对啊，他平常可是对门主忠心耿耿。他的身体被毒融尽，我只知道这个。你走吧，他们那边快开始了，去送你主人最后一程吧。江门主，1年前，江城被江青羽暗中投下星鬼酒性丸，他平日对叔叔不设防备，自然也对下毒一事无知无觉。成儿，直到半年前流连小筑，风传香不忍告知真相，反被江城误解。江城因急怒毒发，在幻象中失手对自己的好兄弟出招。风传香身受重伤，知道自己命不久矣，他不想让江城背负杀友之痛，便选择一个人静静地等待死亡。而江城在第2日清醒之后，再不见风传香，又每日被邪丸的毒性折磨。此后，他四处寻觅一个永远得不到的真相，直到他迎来自己的死亡。死了也好，死了就不用面对杀死好友的真相了，更不用成为被邪丸驱使的怪物。你觉得我是个怪物？尊主说了，你也是个怪物。怪物。什么？他受了那么重的伤，没死都是奇迹啊！你却说他伤口都愈合了？是啊，师兄，你快去看看吧。方师兄抢回来的不会是个怪物吧？这小怪物还真行，那么凶。方舟就会给我捡些孤儿、疯子、怪物回来浪费我的药。我数3声，你松开，好不好？1、2。你有没有人性啊？还真下死手，杀不死还没人性，那你可怪不得我了。别费劲了，这半步骨是冲不破的。小心！师兄！小怪物别跑！拦住这个怪物！方舟！
不要怕，这里没有人伤害你。我叫方舟，是他们的师兄。来。好了，不管你之前经历了什么，到了这里就都结束了。你要是没有别的去处，就在这住下吧。今后这周地楼就是你的家。胜过千言万语，汇成半盏油灯，未敢墨痕，却汹涌决堤。皆可及，皆尘缘，一朝夕。望可望，不辜负，不放逸。听雨的声音在耳畔。梦中的云遮不住云眸里的心，拂过的春雨，记得花落，慈悲的风，说太多都看不完，才坠落这个真空。沉默暗涌，胜过千言万语，汇成为了杀死怪物，你把自己也变成怪物了。阿言，我是邪魔外道，所以我不明白菩萨为何也会入魔。是因为我吗？公子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公子久未归来，有些担心。不需要，伤口自己会好。你又做这种无用的事，我说过了，这对于我来说就是多余的东西。阿谁不知道公子想要什么，不想要什么。阿谁只知道，就算会痊愈，受了伤也会疼。公子是在祭奠江少门主和封建侠吗？唐某可不会祭奠两个蠢货，明明还有转圜的余迹，却因为自己的愚蠢，一步步走到无法挽回的地步。公子不是这样的人，也不会这么想，否则也不会帮他们了却了遗憾。收起你的慈悲，我是个怪物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不会因为谁说我不是，我就不是。曾经有人说过公子不是个怪物，那便不是只有阿谁一个人如此认为。你若能让伤口不愈合，我就相信你说的话。你办不到，这说明你说的是连你自己也不相信的鬼话。你知道刘演为何要杀我吗？
因为我杀了方舟。尊主，是属下无能，未能把他带到我们的火药阵里。尊主，是他没用，我还刺了唐丽子一剑呢。你给我回去！请尊主恕罪。他没杀你，是放你回来跟我问好，是不是？他说，这一点手段，还杀不了唐丽子。他武功绝世，天下第一，想消恩仇，要尊主亲自来。多么可笑！他让我去寻他，还想与我消了恩仇。尊主，接下来的计划就交给小红去办，如何？唐公子，成儿，他杀了封建侠，杀人就得偿命。老夫愿自断一臂，替成儿向江湖谢罪。江门主，新鬼酒新丸，只会蛊惑贪妄之人，欲壑难平，神仙难救。你的这只手臂，唐某收下了。但如今的江湖遍地波旬，这只手臂暂且留在江门主的身上，会有更大的用处。是啊，江门主，少门主乃被奸人所害，并不能怪他。没错，你也不必自责。煞老家，狄仁血，雁门风，死无常，枫叶红。从今以后，诸位之事，便是我雁门之事；与诸位作对之人，便是我雁门的敌人。江门主，您言重了。再次谢过。借过，借过，让让让让，谢谢，让让，借过，借过，不好意思，借过，不好意思，借过，这个是不是？老板，我前2天看那只镯子呢。哦，给您留着呢。来，这次我钱可带够了啊。是给心爱的姑娘吗？这是给我中妹的礼物，她快回来了。让开！我的镯子！对，你的！冉青派怎么会来这里？这人竟敢在中原剑会管辖的地方闹事儿！中原剑会，我要去中原剑会。去中原剑会？冉青派是遇上什么麻烦了？中原剑会，中原剑会！哪儿来的怪物？往哪儿撞呢？怪物！我不是怪物，你才是！
对不住啊，我的人剑素来只对奸人出鞘，刚刚只是形势所迫。哎，等等，我是茶花岛的，你是染青派的，大家都是正道中人，有话好好说。染青派已经都死了，都死了啊！你说什么？都死了？染青派都死了？怎么回事？凶手是谁？是唐丽子，他派了一个红衣服的妖女给我们吃下了大量的星月救心丸，只有我多谢普竹先生，若不是先生，今日西坛就要给师门丢人了。天地人三剑，你已初窥人剑门境，不日便可达到地剑境界。真的吗？不愧是普竹先生，真潇洒。杀人者叫唐丽慈。进来吧。豪府灭门血案已破，钟姑娘已经带着江青羽回剑会复命，你是不是也该回燕县了？是，唐公子。待公子沿途方便之时，寻个码头放下阿水即可。为什么不说你想留下来？公子愿意收留阿水？留下，不就是你的目的？水开了，我为公子泡茶。你并非迟云，不是我的仆从，可以不用做这些。承蒙公子暂留，阿水没有什么钱财，能做些事，也能安心一些。你可以看。多谢公子。江门主，在下急于返回剑会，便送到这儿。那叛徒江青羽交与钟女侠了，还望钟女侠将其带回中原剑会受审。我雁门也定会全力协助，将星鬼九星丸一案一查到底。多谢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各寻救主，各安天命。
见过剑王。见过剑王。不知剑王大驾光临，雁门上下有失远迎。若早些得到消息，江某也好备好宴席，为剑王接风洗尘才是。要事当前，雁门的酒菜只怕无福消受。不知剑王所言何意啊？新鬼酒新丸，速速交出犯人江青宇！于剑王，剑王尊前不得近身。江门主，你有话就站那儿说吧。慢着，这里好歹是老江的地盘，还名门正派，客随主便的规矩不懂，那先来后到懂不懂？下次想要人记得别睡懒觉，早点出门自己去抓。你是什么人？敢在剑王面前如此放肆！天上云，驰云，没想到黑道中人也管起正道的事了。他认识我。雁门少主服食邪丸，江门主的弟弟谋害亲侄，大好雁门不仅除了败类，还勾结黑道中人，雁门堕落至此，真是令人痛心。于剑王，此人雁门已交中原剑会处置。没错。剑王，我乃中原剑会善丰堂堂主钟春季，待犯人江青宇归案，正是家师的指示，还望剑王成全。名剑榜上的第7短剑小桃红，你是邵延平的爱徒。小姑娘，你师父怎么样啊？家师一切安好，有劳剑王关心了。那你可知，即便今日你师父在此，他也不敢拦我。剑1剑2，押人。是。慢着，听你这意思，谁拳头大谁说了算是吗？剑王城素来以德服人，以武除恶。你敢阻拦于某？瞧把你狂的！我就站在这儿受你一剑，你也伤不了老子分毫。池兄弟，池月，你放了！就问你这个贱人敢不敢吧？只要退一步，人你带走，老子二话不说。若是你伤不到老子，就带着你这群绣花枕头滚蛋！即便普珠先生在此，也不敢出阁下此等狂言。少放屁，堵不堵？怕老子欺负你啊？老子转过身去让你，敢不敢？于剑王，诗云只是一时赌气。是啊，剑王，他。云逆！老子就知道，每次我有高光的时候，你就会来抢风头。好武力，我赌了一步不对。